各位线上的同学，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这一集讲完了，就刚好是我们读书会圆满第300讲，这个是一个历史里程碑哦。因为从2020年的5月疫情蔓延全球之际呢，我们开讲了，现在已经经过了5年又9个月了，终于突破了300讲了。点阅人数超过了330多万了，订阅的人数呢达到16000人了，所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哈。5年前刚开始讲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了，他说：“哎呀，我希望你这个读书会能讲到300讲啊。”那时候我回答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啦，这是不可能啦，因为每一讲都要绞尽脑汁，花很多时间跟心血。文稿是想了又想，润了又润，只差没有像古代诗人都说碾断树根须啊，那个时间跟心血的投入实在是难以估计，所以我回答说这不可能的事情了。好，那尤其我们这个线上读书会的幕后呢，20多位的跨国发心菩萨，跟大爱电视台的这个澳援啊支持啊，那没有这些助缘的话呢，绝对不可能做到今天了。所以呢，我们要趁今天晚上这个圆满300讲之际呢，向这些云端的菩萨们，以及大爱电视台呢，致上深深的感恩呐，尤其对5年来呢不离不弃来参加这个线上读书会的有缘人跟有心人呐，致上无尽的感恩哈。那我要感恩图报，那实在是无以回报啊，只好以身相报啊，也就是当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继续努力下去啊，以情相牵啊，以法相会啊，让我们的生命继续充满心智成长的喜悦啊！好，现在我们要来分享今天晚上的第300讲的读书会，主题叫做一半随方救援，一半外圆内方啊。外圆内方这4个字是出自庄子啊，意思是说内心有原则，外在很圆融。那现在我们常讲说，哎呀，君子随方救援。那这句话呢，并非出自某一部经典呢，而是融合了儒家的君子精神呢，跟道家的处世哲理啊，以及佛法的随缘善巧所形成的一句金玉良言呐。那君子随方救援的意思是说，一个君子啊，他很容易跟别人相处，对方的个性是圆的，那君子就会迁就他的圆的个性。那对方如果是方的个性，那君子就会配合他方的个性。那这个是在形容君子做人很随和，很能够恒顺众生的意思了。不过我们要注意哦，随方救援不是意味自己没有立场没有主见的，而是原则不变的，但方法用得很善巧灵活。以慈济的法门来解释，就是说法脉屹立不摇啦，守之不动啊。但宗门是与时俱进，并顺应时代潮流啊。简单讲就是因以和身得度者，则现和身而为说法。所以宗门是用法弹性绝妙，圆融无碍啊。因此法脉跟宗门是双轨并行，相辅相成的。同样的道理，随方救援只是讲到一半，另一半还要外圆内方啦，这样整句话才会完整，才会圆满。那随方救援是讲个性很随和嘛，做人很圆融啦，但也不能只是圆融而没有原则哦，因为失去原则的圆融，也会让人失去威德了，变成是什么相怨，也就是烂好人呐，不是东西烂掉的烂啊，是泛滥的滥啊，那这样就不好。所以随方救援必须伴随着外圆内方两个形影不离啊，
这样道理才会通透啊。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哦，他这样讲啊：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啊。那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两句话听起来好像是意思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还是有些不同。上一句是强调理智，下一句是强调感性，重心不一样啊。一个强调这个理性，一个强调外面的感性啊。那处理事情的时候，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意思是说，虽然人是有感情的啦，可是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不能感情用事哦，否则会坏了大事啊。所以还是要有理性跟理智呢，做感情的后盾啊。感情在先，理智在后啊，做后盾，理智做后盾，这就是外圆内方的道理啊。发乎情，止乎礼，也是这样的道理。那孔子讲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啊。乐快乐，哀伤，这两个都是情感的流露啊。但不能放纵而失序啊，还是必须受到礼的节制啊。那孔子并不是要我们很无情啊，而是主张什么？以礼节情啊，而不是以礼来灭情啊，这样才不会感情泛滥，造成感情用事啊。所以不管是随方救援、外圆内方啊，或者是刚刚讲的发乎情，止乎礼啊，或者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啊，或者我们读书会经常提到的理性跟感性要如何拿捏，如何达到平衡等等这个议题啦。那其实这些道理都是同一个脉络，是道一以贯之啊。简单讲就是什么？对人可以有温度、有同理心，但不能失去原则；对事可以有热忱、有使命感，但不能逾越制度跟分际啊。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清楚了啊。有些人在做志工的时候了，稍一不慎，就很容易以行善为名啊，行逾越之实啊，也就是拿证严上人所讲的，哎呀，上人讲啊，对的事情做就对了啊，拿这个当挡箭牌啊，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做到对别人的尊重，也没有照程序来哦，就在体制外呢，运作。不受约束，那这样的问题，其实在很多志工团体或者修行团体，甚至是公益组织最容易出现的，因为制度是约束听话的人啊，对不听话的人呢，一点约束都没有了。所以在修行团体里强调的是什么？依教奉行啊，道理在此啊。也就是说，师父引进门，修行在弟子啊，没有人管得了你，只有你自己自我约束啊。所以不是以人为师，是以戒为师，以法为师啊。所以对的事情做就对了，有时候也是很容易被误用哦。因为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是以自己的角度去做标准啊，未必真的是对的。而是一种我执跟我见的，所以必须三个条件：第一，方向正确，也就是符合法脉宗门的精神理念；第二，方法要正确，也就是照程序、照制度来啊。即使被僵化的制度卡死了，而想要因地制宜或因时制宜，也是要如法而行的。方法变没有关系，原则不能变。好，第三个要做到尊重。好，如果误解对的事情做就对了的本意啊，而造成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那就很有可能以行善为名啊，行越权之实啊。不过话说回来了
修行团体是讲因缘重感性就有时候主其事者实在是所托非人然而他却是在无人愿意承担之下呢，勇敢承担重任呢。虽然他的经验能力不足，但他却有追随师父的殊胜因缘那在无人可替换之下，即使会务推动原地踏步，那我们对他还是要宁动千江水，不动道人心然而呢，可想而知这个时候呢，底下的志工们要做事情，自然是困难重重障碍偏多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状况跟议题这个议题跟企业管理是截然不同的思维也是深深印证前面讲的，处理事情要将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处理事情的时候呢，理智是骨架，感性是包覆在外面的肌肉跟皮肤所以理智一定要在里面否则事情会乱那感性一定要在外面否则事情推不动将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处理事情不能只靠理智虽然理智很重要没有错但是不能只靠理智因为理多情就薄很容易变成无情的人处理事情通常会牵涉到3件事情，在人群中第一个人、情绪、关系、人际关系。所以如果只讲理智，可能决策做得很正确没有错但执行的时候却推不动，因为事情卡在人心不服也就是别人口服心不服服人没有服心所以很多事情是不是方向错误，而是推动的方式没有温度造成对的事情呢做得不圆满，甚至可能做就错了道理在此那追根究底就是无法以德服人造成待人处事无法随方救援那这种现象在修行团体里面也是屡见不鲜现在我们来谈如何把理智蕴藏在感性之中在做决策的时候，理智要在内，有理智才能够分析风险设停损点观察长期的后果那这个部分需要理性不能被感情或情绪干扰所以理智要蕴藏在里面做后盾，但是要执行的时候呢，就要感性再放在外面感性在外面对外圆融，那这样子说起话来才会有温度也才能够顾及别人的面子这样就是有缓冲，给台阶。那这个部分就不能让自己的理性或理智变成一把刀会让别人伤痕累累所以如果执行的时候是理性在外面那这样说起话来会有一种口气很可能会这样说：你们这样子做都不合乎规定很没有效率也很不划算各位想想，我们如果用这种口气跟人家说话，听的人当然是不舒服甚至反弹那即使你讲得很有道理，事情照样很难推动如果换成理智是蕴藏在感性里面，感性在外面，那说起话来口气跟刚刚讲的会大不相同如果感性在外面的话，讲话会这样子讲：哎呀，各位同仁，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只是如果我们照这样走，后面可能会越走越累我们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看能不能稍微调整一下用这种口气讲，人人听得进去也愿意听那事情就比较容易推动对，那开检讨会议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是要检讨了谁做的不好或透过
会议来纠责，这样有谁有兴趣来开这样的会议，是吗？但是如果跟大家说各位同仁，这次活动大家都做得很辛苦，活动也办得很成功，接下来我们要开一个感恩检讨会，除了感恩彼此的互相成就之外呢，我们也来温馨检讨下一次我们怎么做会更好。那用这样的方式讲大家就会欢喜来开会不但可以检讨过去，还有学习的机会何乐而不为是吗？那刚刚上面几个对照组的这个例子呢，一个是理智在内，一个是理智在外，结果影响的事情非常的大。这里面就充满了什么？随方救援跟外援内方两个二合一的处事智慧是对人跟对事不但能左右逢源还能够悲智双运其实孔子说的和而不同这4个字，它的道理跟这些道理也是互相辉映的和而不同这4个字非常重要，是很高的做人处事的智慧它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那君子和而不同这个意思是说，君子可以跟周围的人保持合群和睦和谐的融洽关系但他不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对任何事情他会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去做出冷静理性跟客观的判断那小人同而不和刚好相反，意思是说小人他不能跟别人和睦相处，跟别人无法保持融洽友好的关系自己也没有独立见解跟原则他只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这个就是感性跟理性乱的套该感性的时候他很理性，该理性的时候他却很感性那这个是指做人处事方面的那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面对所有的问题上，往往都能体现出和而不同跟同而不和的区别很值得我们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这样就会圆者跟圆融不落两边，不偏不倚，两全其美佛法从来就不是讲一边的，而是不落两边，依中道而行所以悲无智则滥，泛滥的滥那智无悲则冷意思是说慈悲但是没有智慧，会造成慈悲泛滥，甚至悲魔上身叫做滥慈悲很理性也很会讲道理，造成礼多情就薄，那这个会让人感觉冷漠无情也就是说心地很柔软没有错但是很容易造成心好但嘴巴脾气不好这样也不能叫做好人这样就是只有内方但是没有外援好，以上这一段是解释处理事情要将理性蕴藏在感性之中，也就是外圆内方现在我们来解释下一句，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个时候强调的是感性虽然内容的文字差不多，但是第二句这句是强调感性在外面也就是随方救援很随和的意思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与人相处的时候呢，先顾情再谈理，也就是感性在前，理性在后。如果一开始就讲理会让对方感受到不是公正，而是冷漠。你说起来好像你很公正其实这个讲起来你是很冷漠然而我们也要很小心也不能因为重感性而造成感情用事而认为情很重要而不讲理这样就过头了这样就会变成溺爱啦、纵容啦、感情勒索啦
道德勒索也是一样啊，那这样就不是智慧了。所以与人相处要感性在前，理性在后啊，也就是说情要先到，理才说得进去啊，是有先后顺序的。与人相处要将感性置于理性之上，这句话不是叫我们不要讲理哦，而是提醒我们顺序不要弄错。不是说多讲情少讲理哦，不是哦，少讲理这句话就不对啦，而是先讲情，再讲理，还是要讲理的，只是理放在后面是这样子啦。哦，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顺序的问题。那人跟人之间如果情绪没有先被安抚住，道理是人家听不进去的。你道理讲的再对，甚至如果没有情，那听起来就好像在责备一样的得理不饶人嘛，理直气壮，不是吗？那这样情一薄呢，那关系就远了。那其实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家庭生活中我们也不难看到这样活生生的例子哦。所以佛陀说法为什么要善巧方便？不是因为佛陀不讲理而是先恒顺众生的心再引他入理先方便再真实先投其所好，再善用其心，也就是先开方便门，之后再来现真实相有它的次第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随方救援的道理。先随方救援接受他，再来外圆内方教育他，一前一后不离不弃，叫做开权显实总而言之理是用来立准则的，情是用来通人心的。没有情则理站不住没有理则情走不远所以情感跟理解，或者感性跟理性，或者原则跟圆融都需要左右平衡，依中道而行就是中庸之道把这样的道理用在生活中，就是生活的智慧好，我们今晚第300讲的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再度感恩各位线上同修的精进共修与聆听那也感恩大家多年来的护持那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